早上好，依旧是6点起床的一天，上午要开车2个多小时去巴福州，那边有一个地产商邀请去看他们现在正在建的房子。这家地产商只建木头房子，但是说实话我确实不怎么看得懂，就稍微有个感觉吧。回来的路上经过 Nördlingen 小镇，很早就想去看看，这回正好顺路。天气时晴时雨，这个季节德国的乡村路实在是太好看了。小镇不大，绕城一圈就是它的城墙。我们到的有点晚了，博物馆4点半关门，所以直接先去了 Riesgraten Museum。这是一个介绍地质、陨石和天文的博物馆。这个小镇就是建在一个1500万年前的陨石坑里，坑很大，直径要20多公里。我以前以为小镇的圆形围墙就是陨石坑的边缘，但就是在这个博物馆了解到，其实并不是。Nördlingen 只是陨石坑里的一个规模比较大、比较有名的城市。不过说它规模较大，其实内城的直径也只有1.5公里，人口也就2万人出头。这个博物馆的介绍专业词汇比较多，不是很好懂，5欧门票可以大概看一下，看不懂的就只能用拍照翻译。博物馆的内部构造还是挺特别的，是在一个木条结构老楼里搭建的展馆，很有那种旧时光的味道。除了各个地区的陨石或者岩石，展品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这块50年前阿波罗16号带回的一枚月球岩石样本，它的年龄测出来大概有40亿年。Nördlingen 是德国城墙全包环绕的3座城市之一，这里的城墙全长大概2.6公里，可以从俯视的角度看城里的房子和花园。我很喜欢德国村镇住宅门前的小摆设。实用主义的我以前会觉得这种装裱门面的仪式感并没有多大意义，现在却越来越觉得应该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仪式，把心念集中在所从事的行为上，还能给过路人带来几秒钟的生活美学体验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个地方还因为日本漫画《进击的巨人》而有名。这个漫画讲的就是主角们居住的城镇为了免受巨人侵袭，从而建起城墙，将城镇重重包围起来，外形很像 Nördlingen。我不看漫画，所以无法体会漫画迷来这里朝圣的心情。不过在爬上圣乔治教堂丹尼尔塔顶的楼梯间里，看到了不少漫画迷们写下的到此一游。在欧洲登顶教堂基本都是要走这种螺旋上升的狭窄楼梯，有的地方途中会有平台休息一下，但是也有很多像今天这种楼梯，途中没有中断，也没有窗子。在这种地方我经常会有一点幽闭恐惧症，只能硬着头皮快速一口气爬到顶，才能舒一口气。对了，这儿以前还有一只名叫 Frau Wendelstein 的猫咪，直译就是螺旋楼梯女士，生活在90米高的塔顶。德国本地电视台有很多对它的报道。它是一只公务员猫，有自己的职责，就是赶走鸽子和其他在塔尖上排泄的鸟类。它的工资呢，也就是用于猫粮和兽医费用，都正式列在了市政府的预算鸽子防御这一项里，大概每年有300欧。在他服役10周年的时候，当地市长还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果篮。在服役15年之后，因为他的年龄大了，塔楼里熙熙攘攘的游客会打扰到他，所以这只站岗猫在去年光荣退休，市长发表了致辞，现在他被一个塔楼管理员收养在家。晚上我们随便找了一家德国饭馆吃饭，在德国的一件乐事就是周末找个小镇，随便走走看看，累了就找个咖啡馆，饿了吃东西，暖暖和和的，非常休闲的过一天。您最近有没有去哪个小众一点的地方玩呢？欢迎评论告诉我，下个视频见。